在这个世界，善良是死人的墓志铭。刽子手挥刀弧度45度，喷血距离3尺6寸。如果我被砍头，穿这件特制的加厚护领，不行，还是得想办法不来这里。今天出门15分钟，呼吸了5口浑浊空气，路遇3次可疑对视。那个便宜老爹苏震昨天在朝堂上顶撞了宰相，按照大宣律例和政治博弈模型，接下来3天内，侯府被搜查的概率是35%，被暗杀的概率是12%。如果暗杀发生，第一逃生通道可能拥堵，必须启用第2方案假死。苏平那个烂泥呢，让他滚出来！明天皇子选拔陪练，这种送命的差事，必须他去。大公子，那小子平时连门都不出，说是换了见光死。哼，不出门，哼！老子直接把他的窝给拆了！大兄，请慢。那茶杯里有什么毒药？有我3年前留下的感冒病毒，万一染上风寒。别过来！床底有捕鼠夹，我有传染病，我3天没洗澡了。我的手！这只是入门级的陷阱而已，谁叫你们这帮蠢货连手套都不戴，就想抓小爷我？老三，你大兄说的对，3皇子招募陪练，这是侯府表忠心的机会。你武艺平平，正好去历练历练。父亲，儿臣不能去啊！儿臣昨晚夜观天象，发现儿臣命里克3皇子，万一儿臣在场，皇子打个喷嚏闪了腰，咱侯府就要满门抄斩啊！克皇子，你这种话要是传出去，才是满门抄斩。所以儿臣早有准备，特意拟了一份防控协议，只要父亲您签了字，承认如果皇子出事与儿臣无关。你这个逆子，你到底在怕什么？我怕死，更怕全家一起死。父亲，3皇子那个人性格暴戾，陪练就是人肉沙袋。苏平预料的没错，宰相派来的杀手，终究还是到了。这种铁笼，只要我用内力，只要我用缩骨功。这位杀手大哥，您别动，真的，这笼子连着我卧室的承重墙，您要是强行破开，这屋顶的300斤巨石就会砸下来，咱俩同归于尽。你到底在哪儿？我在离您30米远的地窖里，隔着铁板跟您说话。大哥，您贵姓？谁派您来的？如果事在相符，麻烦您点个头，我给您准备了退路。根据他的步伐，是专业的死士。死士不听劝，只能启用物理消杀。哼，这种土机关也想拦住我？蜂蜜，你想干什么？大哥，蜂蜜是为了吸引我养了3个月的野马蜂。
我都提醒他别乱动了。现在的年轻人一点风险意识都没有。到底是怂，还是深不可测？还没断气，万一他是闭气假死的顶级特务，万一他身上有触之即死的腐蚀毒，这些物理手段还是不稳。他的气息留在这里，玄学家会算到我头上。父亲，那怂货的院子炸了！快救火！别让火势蔓延到宗祠！救命啊，大兄！父亲！儿臣房里灯又翻了，全烧没了，儿臣的家当啊！你没事？儿臣胆小，起火瞬间就翻墙跑了，可惜那满房书籍。灯油能烧成这样，我明明听到爆炸声。那是儿臣收藏的一罐陈年老酒，对，老酒。昨晚的事先不提，宫里传信，长公主诏知举办赏鉴大会，特意指明让你这个侯府三公子参加。长公主，那个杀人不眨眼的疯子！父亲，儿臣昨晚刚受惊过度，现在不仅中风偏瘫，还间歇性失明，真的去不了。混账！不去就是抗旨。既然避不开，只能启用刺猬方案。皇宫，长公主。看谁先崩了牙。宫内不准带兵刃，但我这些都是衣服的零件。就算查出来，我也能说是为了强身健体。这辆车的轴承声音不对，万一在闹市区突然散架。苏平，你已经检查了2个时辰了，再不去天都黑了。大兄，天黑了可以再亮，命只有一条。如果遇到埋伏，向左拐是护城河，我会游泳，生存率6成；向右拐是菜市场，地形复杂，生存率8成。苏公子莫怕，是小人的单子撞到了车轮。大哥，你这单子里要是藏着火药，我现在已经是一盘散沙了。苏公子，大热天的，你为何穿得如此厚重？在下天生畏寒，且有家族遗传的软骨症，必须靠这些硬质内衣撑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在下的护心镜，因为在下心跳过快，必须压着点。哼。苏大才子，你这是在绣花呢，还是在试毒啊？出门在外，命是自己的。今日赏鉴
不仅赏剑，更要示人。谁愿为本宫舞上一段，助助酒心？怎么来了？人家陆窄啊！苏平，听闻你苏家枪法精妙，你为何避而不见？臣今日手头怕伤了剑。保护长公主，有刺客！看不见我，铜墙铁壁，百毒不侵。刺客的目标是公主，只要我不动，碍事的家伙，给我死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有钱，我把钱都给你。我死了！我肯定被砍死了，这辈子还没娶媳妇呢。苏三公子，你这软骨正挺硬啊，连金刚宝刀都能崩裂。殿下，要不要查查他？查，必须查。还有，去告诉玉山房，以后苏平参加的宴会菜里多加点盐。我看他那银真能试出什么来。完了完了，被那个疯女人盯上了，明天必须搬家，去深山老林躲一辈子。啊！长公主那个疯女人盯上我了，被权力核心关注，就等于半只脚踏进了棺材。根据博弈论，我现在只有3条路：第一，毁容装疯；第二，连夜出逃；第三，假死，利用毛地黄提取物减缓心跳，配合冰块降低体温，进入深度休眠，这叫生物学隐身。平南侯，长公主有旨，苏三公子英勇救驾，赏黄金1000两，赐护卫统领之职。令旨，只是小儿昨晚受惊。殿下说了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抬也得抬进宫去。老三，别装了，圣旨到了，你要是再赖在床上，全家都要陪葬。好凉，没气了。棺材准备好了吗？公子，您这图什么呀？图长命百岁。记住，一会儿一定要哭得大声，最好把全京城的苍蝇都招来，让他们相信我真的烂了。三公子，你死得好惨啊！你被刺客的鱼毒死了。就是这个调子，再凄凉一点。这木头味真冲，还好我提前喷了除臭剂。现在体温31度，呼吸频率每分钟2次，只要我不动，神仙也看不出来。苏平在赌，都长公主赵芝只是对他好奇，而不是真的爱他。看看他是不是装的。这小子诡计多端，要是骗了圣上，咱们全家得掉脑袋。扎吧，使劲扎！我用了局部麻醉药，现在我这块肉跟猪皮没区别。他已经没有气息了，看来是真的。统领交代过，如果是假的，直接补一刀；如果是真的，就带根头发回去交差。这帮人没一个讲诚信的。稳住，只要我不动，他这一刀就不会刺下来。他在试探我的条件反射。
苏平死了？本宫不信。他要是死了，本宫就亲自送他一程，送他去化人炉烧成灰。本宫待在身边才最稳妥。苏三公子为救本宫而死，本宫心痛万分。殿下，这按照家里，应停灵7日入土为安啊。侯爷的意思是，家里比本宫的旨意更重。来人，抬起棺木，送往后院校场。本宫要亲自点火。是。我操！这疯婆子不按套路出牌，现在跳出来是煮酒族，不跳变成5分熟。冷静，你是顶级风险评估师。苏平，本宫知道你在里面听得见。哼，还不动？好。还有15秒烧透木板，10年不喝水撑不了多久。不是油，是老头子偷偷塞进来的灭火粉。村客，快保护殿下！果然，只要火烧得够旺，什么牛鬼蛇神都会跳出来。人呢？疯子，全是疯子！既然你们想玩大的，老子不装了。火场高温导致支气管轻微灼伤，下水道沼气浓度超标。如果不戴口罩，我会在逃出京城前死于急性肺炎。苏平，你果然没让本宫失望。殿下，臣真的不知道，这畜生。传本宫令，封锁京城12城门。殿下，那坟车和运尸车，坟桶也要给我捅3刀。这是由奇树汁液和臭草混合的过敏剂，只要抹上，亲妈也认不出来。更夫太显眼，容易被官差盘问。唯有负责清理全城粪泥的道统人，连狗见了都要绕道走。停下！静曹司的！各官爷，这桶满了。殿下有令，坟桶也要捅3刀。把头抬起来。官爷饶命！小的有兰疮病，会传染的，别让狗咬我！走走走！真他妈晦气！京城12城门，我准备了12个身份。3年前，我通过几个破产转让的商号，秘密资助了一个穷困潦倒、身患重病的书生，名字就叫路人。路人无亲无故，3年前就病死了。但我一直以他的名义向礼部请病假，并按实缴纳代课金。在礼部的档案里，路人一直活着。只要我不去礼部述职，我就是这个系统的幽灵。从今日起，我便是路人。下官路人见过韩将军。 3年前调往临安县支教的那个，
根据视觉心理学，当一个人先入为主，加上我通过药物改变了面部轮廓，相似度降到了40%以下。京城不比地方，管好你的差事，若有差池，唯你是问。一定一定，下官最是胆小。陆主事，你来的正好。长公主府今天要挑几个精通律例和搜捕逻辑的文官。大人恕罪，下官该死。这茶实在是太凉了。如果身份暴露，我是该自寻了断，还是用这手段玉石俱焚？本宫抓了3天，抓到了18个盗桶的，20个卖摊的，唯独没抓到苏萍。你们说他躲哪儿了？殿下，苏萍肯定出城了。我将建议扩大搜捕范围到方圆100里。陆主事，你新入京，没见过苏萍，你从逻辑上给本宫算算，这种极度怕死的人会怎么选？下官以为，既然那苏萍极度怕死，她第一步考虑的绝不是远远。细说，如果是下官要逃，下官绝不出城，因为城门口的生存概率最低，下官会躲进全京城排水量最大、气味最恶臭且从未被修缮过的地下区。本宫已经让人搜过水渠了。殿下只是看过，水渠里有一种沼气，吸入过量会产生幻觉，搜救犬进不去，禁卫军嫌脏。我要抛出一个看起来非常有道理，但实际上已经过时的方案。来人，按陆主示画的图，再去给我掏一遍地底。是。这波误导至少能争取2天时间。陆主事，你对这种研究得很深啊。下官胆小，平日里总琢磨怎么躲避上峰责骂和地痞流氓，所以钻研了些逃生之法。苏萍，3年前你救了路人，我就在房梁上。你是路人的家人，还是宰相的人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长公主怀疑你了。明天的赏金宴，他会用苏家人的血来逼你现身。陆主事，你是京城逻辑第1人，帮本宫看看，如果本宫现在一刀剐了苏震，苏萍会不会从哪个地缝里钻出来？此举恐伤天和。苏萍，你害死我了！你在哪儿？他在演戏，那种反应频率不对，那个人的表情太淡定。陆主事，你来。既然你这么懂苏萍，你带他向他父亲尽个孝。如果我不辞，我就有嫌疑；如果我辞，我不仅违背人性，更可能掉进赵之的心理陷阱。殿下，下官头晕目眩，身体支持不住了。难道真的不是他？苏萍还不动手！这次可是诱饵，只要我跳起来救公主，我就暴露了。如果我不动，公主可能会死，我也得陪葬。疼死下官了！医生，轻点，下官自幼怕疼，连被蚊子叮了都要哭半天，求您了。
3年前我就散尽了那点微末内功，现在的我就是一个皮薄馅大的纯文人。扎吧，你就算把我扎成刺猬，我也只有脂肪没有真气。陆主事，昨日刺客离本宫只有3寸，全场高手都愣住了，偏偏你这一脚踢翻了火炉。你说是巧合？那哪是巧合，那是下官命苦啊！下官当时真的吓得瘫了，腿抽筋。那一脚是老天爷嫌下官太怂，帮下官踢的呀！既然你救驾有功，即日起便留在本宫身边做内廷行走，专门负责抓捕苏萍的逻辑分析。啊！殿下饶命啊！那个苏萍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，下官如此胆小，若是回去必死无疑啊！求殿下放臣回礼部修编字典吧。这就是圣旨。赵之还没完全信任路人，但也找不到破绽。这间房是他专门给我设的观察室。这该死的因果，我只想勾着，为什么全大轩最危险的机密都往我怀里钻？你要在你的房间周围挖3道深沟，还要在房顶铺满防滑的油漆，还要在院子里养30只大鹅。下官真的太怕那个苏萍了，大鹅嗅觉灵敏且排外，万一苏萍潜入，鹅一叫下官就能跑去救驾。殿下，如果下官是苏萍，下官能从这儿进，从那儿出。这里得封死，那里得加铁栅栏，每根铁栅栏中间不能超过3寸。哼，陆主事，你这是把公主府变牢房吗？韩大人，这叫物理隔绝，只要防御足够多，敌人就会因为性价比太低而放弃。路人，你觉得苏萍为什么要跑？本宫对她不够好吗？你都要把我烧成灰随身带了，这叫好？下官猜想，那苏萍定是自惭形秽。殿下如天上烈阳，老鼠见到光，第一反应当然是躲进最深的地道。是吗？本宫偏要在这地道里灌满蜜糖，看她能躲多久。宰相的屠龙计划必然涉及迷烟，大鹅的呼吸系统对特定气体非常敏感。只要他们突然倒下，我就能启动地洞里的逃生机关。如果赵志死了，我作为他的贴身行走，必然被陪葬，所以他得活着，至少这3天得活着。救命啊！反了，都反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又是你，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？下官这猫手机尿了下官一脸，下官想去洗洗，这地方太吓人了，我要回家，我要辞职。1次是巧合，2次是运气。殿下小心，别碰它！我养的防身宠物认生会咬人的。
为了不触动马宗的回弹声，竟然先观察到它的存在并切断，危险系数极高。这路人果然名不虚传，回房先洗脸，水声能掩盖我的呼吸。可他刚才进门时顺手关窗的动作，封死了我的退路。他是无意的，还是……有人动过我的盆，他不是为了下毒，他是为了通过盆底的倒影观察我的脸。哎呀，有蚊子！这怂货，大冷天哪来的蚊子？不，这粉末。没动静，他没打算现在动手，他在观察我的生活习惯。如是我闻，亦是佛在设为国之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。幸福的怂包，今晚子时，我会让你在睡梦中，连灵魂都感觉不到疼痛。哼，这路人在地上撒了面粉，这种初级陷阱，只能对付3流杀手。有，他要火攻？不，他是要……房梁上有鬼啊！我的眼！作为顶级杀手，我从未见过如此不讲武德、如此下三滥的人，但又是如此有效的陷阱。什么人？路人！你个老六，我一定回来杀了你！殿下，昨晚确实有高手潜入陆主事房中，但被陆主事的鹅赶跑了。救命啊！那刺客太凶残了，他想用他的脸撞我的驱蚊草，他还想用他的手抓我的房梁。下官吓得一晚上没敢合眼啊！路人，那刺客留下的手掌皮，本宫验过了。是江湖顶尖高手无声，这种人杀你只需一根手指。那是下官运气好啊！下官平日里就怕遭雷劈，所以房梁上刷了防火胶，谁知道他非要往上摸啊！殿下，下官觉得这刺客不是来杀下官的，他是想通过下官找到那个苏萍。哦，下官有个主意，能引蛇出洞，只需找个人假扮下官。下官躲在暗处，不，下官躲在殿下的床底。宰相的人胆子越来越大了。
跟我一起走吧。威廉啊！殿下救命啊！路人，你给本宫出来！你到底还有多少地洞？路人，长本事了！本宫的床底下，你都能挖出一条通往猪圈的道。殿下，那是救命通道啊！下官算过，一旦寝宫起火或被围攻，床底是视觉盲区。下官挖洞不是为了窥探，是为了再次客杀进来时能第一时间把殿下踹进去。下官在外面垫背。踹本宫进去？哼！你觉得本宫需要你救？殿下，根据下官的大宣权贵遇刺概率统计表，您这种身份，每年遭遇暗杀的概率是18.5个百分点。下官挖的不是洞，是殿下的第二条命。这是下官设计的全面防御方案，不仅是床底，府内所有的茅厕、书房、马厩，都应该建立互通的地下防御网络。这些石板下面装了压力感应风铃，只要脚步频率超过每秒2次，风铃就会响。那我们巡逻怎么办？巡逻必须跳格子，按照我给的每日步伐规律图，今天跳奇数，明天跳偶数。路人，老子是禁卫军，不是跳大神的。赵芷这个疯女人最近看我的眼神不对，为了防止她半夜突然发疯来夜谈，我必须把房门加装到5层，并涂上特制的滑石粉。路人，你给本宫滚出来！皇兄赏赐的九龙补气汤到了，让你去试毒。殿下，御赐的东西风险最高，下官申请带3只狗、2只猫和1头猪一起去。第一步，气体检测。慢性毒药的可能性上升。陆主事，这可是圣上亲死，你这样折腾是对圣上不敬。猪的代谢快，但如果是针对人类肾脏的毒素，需要3个时辰反应。御医，你有没有发现，这汤里多了一味无根草？无根草无毒，圣上平时喝的安神香也无毒，但这2者结合，会在人体内产生微小的血栓。这特么是系统性慢性灭杀！有人在用概率杀人！我知道的太多了。这药是给皇帝喝的，也是给长公主喝的。宰相要的不是自杀，他要的是自然死。殿下，别过来！下官得了7日必死蚊，此病传染性极强。哼，你半个时辰前还好好的，现在就瘟疫了。
殿下，下官太怕死了，所以下官现在必须得病。只有下官病了，才不会被灭口；只有殿下也病了，您才能活。又是这招，我们戴了防毒面具。别怪我，是你们非要进来的。我这屋子有108种陷阱，你们才刚踩到第3个。路人，京城乱了，跟本宫走，本宫保你。殿下，现在出门的死亡率是95%。下官这间屋子储备了半年的干粮，3层包铁，地底通往下水道。殿下，要活命就钻进来。这世上除了下官的怀里，哪儿都不安全了。以为把自己焊死在铁壳子里就安全了，上火油，烧红了铁板，看他不自己爬出来。各位，这叫物理降速。在我的地堡周围，摩擦力是不存在的。绕到后窗，爬上去。路人，你这屋子到底装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东西？殿下，这叫非暴力沟通。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难而退。强行拆墙，用撞木。面粉，他疯了。殿下，既然我们要在这里待至少7天，请务必遵守陆氏避难所生存准则。第一，不准在进气口附近大声说话，防止飞魔污染水源。第二，如厕必须使用下官研制的草木灰除臭袋，并精准计量排泄物，以便分析身体健康情况。路人，你变态吗？殿下，打仗打的是后勤，宰相包围我们，我们也在消耗他的耐心。谁能活到最后，谁才是大轩的主人。你到底是谁？苏震叫不出你这种儿子，大轩的礼部也养不出你这种奇才。只是个怕死的普通人，死过1次的人，总会对活着有种病态的执着。概率计算失误，宰相这个老狐狸，宁愿毁了公主府也要杀我。这是什么？殿下，一会儿我会把您绑在我的背上，请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，千万别松开下官的腰，否则
骗他们的。要是真从天上飞，那就是活靶子。殿下，还记得我当年通过的那条分水排污道吗？我在那条道下方1丈深的地方，又挖了一条专属于我的黄金通道。路人，本宫发誓，如果能活下来，本宫第一件事就是赐你洗澡100次。殿下，现在全京城的人都以为我们烧死了，只要我们能顺着这条道爬到南郊的废弃城隍庙，我们就彻底出局了。苏公子，我就知道，火烧不死你，焚坑也淹不死你。陆主事，或者说三公子，老奴等这一天等了20年了。阿福知道我的所有逃生路线。阿福，你不是侯府的人。得看苏公子能不能拿出那个藏在开国火计里的秘密。三公子不必紧张，老奴若要杀你，刚才在排水沟出口放一把火，你就已经熟了。阿福，你口中的火计密令，那是我父皇临终前毁掉的东西。你是前朝余孽？老奴是大宣案为守火人的末代统领。这20年，老奴一直潜伏在侯府，就是为了等一个足够聪明且怕死的人去解开这份图纸。守火人，听起来就是那种为了某种使命可以随时自焚的疯子组织。这种因果，我绝对不能碰。阿福大爷，您看我这德行，除了挖坑钻洞，我啥也不会。那什么密令，肯定是藏在什么龙潭虎穴。我这种怂包去了也是送人头。你放我走，我这辈子不回京城。苏公子，你3年前就路人，是为了身份；你在公主寝宫挖洞，是为了退路。你的每一个动作都在证明，你是这世上最懂生路的人。追得真快，苏公子，带殿下走。你这是要把追兵引向我的必经之路。韩统领，带着你的人往火把最多的地方冲。阿福，既然你是守火人，那你就表演个原地消失，给我看。路人，不对，苏平。你到底要带本宫去哪儿？去一个全世界都觉得不可能的地方。三公子，你以为你在逃，其实你正走向当年你母亲为你留下的最后一道门。我们为什么不南下？江南有本宫的旧部。殿下，现在全天下的关口都在查一男一女、男怂女贵的组合。我们要回京。平南侯府已经被封了，里面全是官兵和灰烬。你回这儿。殿下，这叫灯下黑。宰相搜了3遍没搜到人，就会撤走大部分兵力。呼，安全了。只要我们不出这个门，大轩就算打出狗脑子来，我们也还有半年的口粮。苏平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阿福说的火计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？
我母亲是前朝的一名绣娘，她死前留给我一个长命锁，锁眼里没有钥匙，只有一个类似星图的划痕。我以前觉得那是催命符，所以一直藏住。现在看来，阿福他们就是循着这东西来的。我的妈呀！别射箭，自己人！三公子，我就知道你得回这儿。我在隔壁的角躲了3天了。老王，你一个厨子，哪来的胆子在地库旁边挖洞？嘿嘿，公子，实不相瞒，我以前是个摸金校尉。京城现在乱成一锅粥，宰相的人在找苏萍，长公主的人在找公主。红头巾，那是栽赃豢养的死士。坐以待毙不是办法。既然他们想要，我们就送一份大礼。老王，你既然会挖洞，把这地库通往栽香府暗哨的通道挖通，但要留一个极其隐蔽的破绽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要让宰相的人觉得，这地库是他们内部某个反贼挖的，这叫祸水东引。公子挖到硬东西了，像是铁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，都是骗局！公子，上面开始挖洞了，听声音是重型破山锥，再不走，咱们就成肉饼了。拿着遗诏，随本宫杀出去。本宫还有就不在南营，只要你登高一呼。呼叫个屁！出去就是万箭穿心。开国皇帝真是个狠人，他在全京城的地下埋了9个猛火油柜。死活不济，只要那份遗诏。宰相老二，别挖了！你再挖1寸，我就点燃这地下的9个猛火油柜。到时候整个京城方圆5里，上到皇宫，下到菜市场，全都得陪我苏萍升天。你敢！你这个贪生怕死的鼠辈！我就是因为怕死，才要拉着全天下垫背。你要仪仗？行，背后3里，否则咱们就地开启大军毁灭模式。撤！封锁所有路口。本相看他在地底下能撑多久。这只能维持半个时辰，咱们得趁着他们撤退的空档，钻进那个最没人敢去的死穴。这又是哪？别急，根据这幅图，修门就在前面，那是唯一的生路。只要拨动特定位置的石锁，就能改变流向和水位。
只要机关一动，这府里的秘密便再也藏不住。我操！咱们好像钻到宰相府的藏宝库底下去了。直接上去杀了那老贼！殿下，你是想自杀还是想殉情？宰相府里有3000亲兵，我们现在上去就是送。我们要做的是搬空他的粮食。老王动手，别拿金子那玩意儿沉，把他的干肉面粉全部给我顺下来。去，把本乡的那个东西拿出来。明天午门，本乡要用它来祭旗登基。一召一回，本乡乃天命所归。齐军望上！假的，假的，全是假的！给我杀！冲进下水道，把人拽出来！宰相逆贼，齐军望上，祖宗显灵，尔等还不跪下！给我杀！冲进下，给我拽出来！待何时？三儿，你还是太年轻。宰相亲手不会有人会远去啊！我们不去杀宰相。现在去侍送。您这玩笑开大了。宰相是反贼，您是忠臣，咱们把公主送回去，咱家还是侯爵。老三，你太聪明，所以你明白，侯爵哪有皇帝坐得稳？火急密令在你手里，那是开启大宣地下军械库的钥匙。交出来，爹封你做亲王，让你在封地里勾到死。亲王，怕是前脚焦土，后脚我就被你做成标本。苏侯爷，你以为你控制了局势？本宫的韩冲就在外围。爹，您叫过我，算账要算尽。您算准了我会来这儿，算准了韩统领会被劫杀，但您算没算过这间屋子的装修是谁做的？闭眼！殿下钻桌子！逆子，你竟然连你爹的椅子都动了手脚！爹，这农舍是我3年前用卢人的名字买下的，我在每根房梁里都灌了石灰，每块地砖下都埋了机括。你疯了！这样他们很快就能追上来。殿下，这叫误导性视觉痕迹。脚印向东去了，追！
这是狐狸尿和臭草的混合液，能掩盖人的气味，防止猎犬追踪。你到底准备了多少这种恶心的东西？殿下，生存是不讲体面的。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追兵，是伤口感染和失温。你要游过去，这水势下去必死无疑。谁说我要游？这叫古代自驱动潜水舱。这芦苇生长的角度偏了3分。老三，是你吗？爹，你了解我，所以你一定在等我跳出来。但我了解你，你从不赌博，你只看证据。要活的！这矛头淬了气不断长草和石苯散的混合毒，爹，你真是亲爹，这一点后路都没给我留。撑住，这种剧毒我无能为力。世间能解此毒的，或许只有前方那个危险之地的隐士。那是全大轩机关陷阱最多的地方，进那个村子的死亡率是92%。这帮老六，全世界都知道我要去哪儿吗？殿下，忍着点儿，接下来我会走得非常慢。这小子有点意思，他踩的是死位，但他的竹竿捅的是生机。哼，
看他怎么过那倒滚石坡。既然坡上有机关，那我不走坡不就完了？傻子，还去玩你们的解谜游戏？小伙子，赶路累了吧？喝口热茶歇歇脚。婆婆，您这茶碗的边缘磨损不均匀，说明您平时拿碗的手法带有长期握刀的习惯。您这灶台里的柴火烧得太旺，但烟囱没烟。小伙子，我就卖个茶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多疑？墨子姬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姐要扔出来，否则我就用粉尘爆炸把你这实验室炸成平地。苏平，你果然比你爹更招人恨。毒入膏肓，飞天心丹不能救，但这丹药本座只有1颗。拿这个换。不够，我要你的1根手指，而且是你经常用来扣扳机的那根。莫先生，您要的手指，是因为您怕我这种人。您觉得毁了我扣扳机的能力，我就没威胁了。进门前，我已经算过了您这屋子里所有的机械节点。您要我的手指，但我能要您的命。好，不愧是苏震的种。毒能解，但苏平，你可知道，你爹苏震现在就在村外，他没进来，是因为他在等。等什么？等太阳下山，这墨家村所有的防御，在黑夜里都会变成他的助燃剂。他要一把火烧了这。老头，走不走？我走不了。苏平，村口有条活路，但那是你爹故意留出来的缺口。既然生路是陷阱，死路是火海，老王莫先生，把你们村里所有的面粉、烈酒和硫磺集中到这儿。苏平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利用这火海的上升气流，带全村人滑翔出圈。高点，这份医药费，回头我一定去你坟头烧给你。闭嘴！抱紧我！在那儿，快，活捉苏平！根据心理学人在目标坠落后，会第一时间观察残骸中心。只要我够快，残骸就是我最好的烟雾弹。你疯了！这是苏震的秦章。殿下，全军都在外面搜捕，谁会想到，我们就缩在统帅的床底下。这是你母亲，她怎么穿得如此荒诞？这不是荒诞，这是专业。难道我妈也是穿越者？还是说，苏震见过我前世的样子？
所有的谋略，所有的老流行径，都是从这幅画的主人那里学来的。他不是在造反，他是在试图用这种精密的方式复活某种秩序。老三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空气中的硫磺味还没散干净，你那点火药把戏瞒不住你爹。爹，别进来！密室里有你最心爱的画像。你要是敢硬闯，我就一把火烧了他。咱们父子谈谈概率。哈，果然是你妈的儿子，一样的怕死，一样的会抓人死穴。你想谈什么？爹，别走过来。帅帐的4个角，我已经趁你刚才在外面训话时，撒了墨家村带出来的爆裂粉。只要我这根火绳一拉，这水帐崩塌，万军从众，你也得灰头土脸。为了保命，你连你妈的画像都要烧，命没了，谁给他烧香？父亲，放我们走。我把那卷和新卷轴的下半部给你。哼，你根本没有下半卷。但我知道下半卷在哪儿，它根本不在什么陵墓里，它就在你这帅帐的正下方。你在这里驻扎半年，不是为了等我，是为了挖通这条地脉。韩出，给我拿下！评估结论出来了，你输在太迷信概率，而我连运气都防备了。三公子真跑了，他身上被我下了追踪香，那是只有他娘才知道配方的慢性毒。这地道我修了30年，你是第一个摸进来的，十分佩服，也十分愚蠢。父皇，哦不，陛下，您既然没死，那外面的国桑篡位打仗，您是打算等他们打完了，出来收庄稼？宰相想权，苏镇要命，让他们争取。朕在这冰窖里储备了3年的肉干和深海寒铁。陛下，救命！苏镇的毒，这是寒蝉睡，能压制追踪香，但不能根除。根除需要苏镇手里那幅画像里的原液。皇上家蹦得蹊跷，给本相把冰窖翻开，每一块冰都要敲碎。该死，这老狐狸竟然追到这儿！陛下，既然您想勾，下官带您去个更勾的地方。咱们给他们表演一个集体冻降现场。
全冻实了，看来内地道通了外面的寒脉。死透了也好。来人，把这3具冰雕抬出去。是。现在满城都是宰相和苏震的人，我们只有3个人。那枚玉玺，其实是京城所有地下排水闸门的钥匙吧？只要拨动这里，整个金銮殿就会下沉。既然宰相想登基，咱们就让他直接入土。我爹，他3年前就来过这儿。今日火葬昏君，新朝开启。皇上，臣来接驾了。老三，你做得很好，替我清理了宰相这个累赘。跳进那个坟坑，那是我预备的最后一条生路。苏平，你竟敢让镇主这种暗无天日的土穴！真的寝宫龙床呢？真的御膳房呢？陛下，这儿没皇上，只有3个想活命的通缉犯。这儿的墙壁加了糯米汁和石灰，能挡住上方重骑兵的踩踏。在那儿坐好，别碰那根绳子。
那是报警铃。从现在起，您得穿这件染了草汁的麻布衣。我乃天命所归。龙离了水就是条长虫，在这土洞里，您顶多算条蚯蚓。您穿这身显眼的衣服出去走2步，半个时辰后，咱们就得在刑场团聚。这饼是用高热量的油脂和杂粮压出来的，吃半块能撑1天，且排泄量小。想吃热的，等天下大定再说吧。他们离我们只有3丈。这堡垒上方覆盖了3层隔音栈和1层湿土，只要不漏声，他们发现的概率低于2%。苏平，你这些手段，跟你妈学的。她当年也喜欢挖洞躲起来。陛下，您跟我妈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老三，你以为钻进地里就没事了？这红鼻犬是用你母亲留下的百草秘药伟大的，专门捕捉人体的微量汗味。陛下，屏住呼吸。这是我特制的嗅觉炸弹。苏震若是发现狗没用了，他会放火烟熏。这堡垒有4套循环通气系统，其中3套是假的诱饵。抓到三公子啦！既然进来了，就别想走。别浪费内力。看地上的红线，
告诉苏震，这屋子里埋了30斤火药。谁再进一步，大家一起去地府重开。老三，你还是老样子。你现在说出来，说明你在害怕。给我把这块地整体挖开！殿下，既然他们想挖，咱们就给他们一个大礼包。这不是下水道，这是我算准了水位，直通地下暗河的自流井。下去，顺着流向跑3里，那里有一艘我沉了1年的密封潜水木箱。爹，别追了。井里我下了慢性的绝后散，你在上面站了这么久，大概已经吸入了不少。那纸条是骗他的，但他只要有一丝顾虑，就会先去找郎中。苏震在圣旨里留下的追踪箱，除了画像原液，其实还有第2种解法吧？偏一。想死就做。是天外逆长。
妈，您这……断了又如何？以朕的武功，在坍塌前带走逆常，绰绰有余。老三，你敢跟我赌命吗？我从不赌命，我只做风险清零。您一直以为这里是陵墓？我娘在信里告诉我，这里其实是大轩最大的沼气池。墨家村的长老曾说过，密封了20年的沼气，只要一点点火星。你这个疯子！爹，下辈子投胎记得离风险评估师远点儿。苏平，你连你妈的墓都炸！那不是墓，那是他留给我最后的盾牌。只要爆炸发生了，全天下都会以为我和苏震同归于尽了。三公子炸得好，但你忘了，守火人的职责是把火种传下去。这是江南，苏震没死，他受了重伤，已经彻底疯了。他在江南开启了焦土计划。如果您不去，那里会变成人间炼狱。关我屁事！老子已经……你长救了你的命，但也把你的身份和火计的终极秘钥融为了一体。现在，
你就是那本行走的遗照。而且苏震抓了你唯一的那个朋友墨家村的老王。可恶！不在这里，没人愿意多看一眼。死人的生意是天然的监控盲区。苏平，朕这辈子没想过，有一天要住在棺材里。陛下，这具棺材内衬了厚嵌层，能挡住任何嗅觉和感知的探测。这种躲藏的日子，我受够了。苏震在江南设立了焦土营，每天有上百名抗命者被杀。老板，来具最贵的棺材，要加固的，里面要放生石灰。官爷，这是要……少废话！苏帅抓了个墨家村的乱贼，说要在城门口活刮3天，这棺材是留着装零碎的。好嘞，官爷，保证装得稳，一点血水都不漏。这是什么？你要火攻？这是高浓度铀虫散，只要苏镇的人靠近，方圆10里的食人蚁都会发疯。这掌柜的挺识相。哎，这棺材怎么一股腥味儿？回大爷，这是为了防腐，特意加了生漆、乌尔冲，苔藓贵气。
苏平、苏震就在对面，只要本宫发出求救信号，江南就不，他们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殿下，如果你想死，别带着我和陛下，江南就不早被苏震杀破了胆。我们要救老王，得用死人的方法。苏平，苏震疯了，他悬赏10万金，要找一个会做棺材的老六。这么晚了，是家里出事了。这只扎得真像，尤其是这眼睛，透着股怕死的光。下官，小人扎了20年纸人，最懂死人的心思。就是得怕生，才想往生。官爷，您要什么样的？我们这儿有连环套的，有一拉就响的，还有那种能让死人舒舒服服烫到烂的。我要一具能装下过去的棺材。他认出你了吗？他没认出我的脸。他故意告诉我3天后换尸，就是在引我出动。既然他想玩换尸，那我就送全金陵的禁卫军一起下地狱。我要让金陵全城倒流，把苏震的江山淹进坟坑里。真乃九五之尊，现在竟然要在你这臭水沟里当立功！陛下，这一锤下去，金陵城3个区的井水都会反涌。如果您不想在3天后被苏震做成腊肉，就请加大力气。站住！搜查！这是给城外老王爷烧的压风神，里面装的都是驱邪的桃木，还请您高抬贵手，让车队早些出城。你这人懂事。
三公子，你算漏了一点儿。苏震手里也有一半火计，他知道你要严惩。那他为什么不阻止？唉，因为他也想洗一洗这金陵城下的旧账。如果他知道我要验惩，那他一定会把老王关在全城地势最高且设有排水暗门的镇水塔。但他一定算不到，我不是要验地表，我是要利用虹吸原理，抽空他行宫地下的所有支撑土层。陛下、殿下，明天的行动，我们要跑得比洪水还快。老三，你该来了。风险评估，成功率55%，失败后果淹死在地底。我就知道，三公子这老六绝对不走正门。老三，你还是太幼稚。爹，你看看周围，到底谁才是葬礼的主角？
这叫多维视觉干扰。苏震，你的眼力再好，能从10000个倒影里抓到我？给朕滚下去！爹，既然你想要火计，那我就把它送给这大轩的所有河道。三公子，咱们这是进了阴曹地府了。这里高度约10丈，跨度30步，墙壁由含有云母成分的青砖堆起，能反弹声音。逆贼苏平，你竟敢将朕带入这历代祖宗的禁地！陛下，如果您再大声一点，触发了这地宫里的落石阵，您就可以直接在这入土了，连搬运费都省了。白玉大道受力均匀，最适合安装重力感应弩箭。唯有墙根的边角料区域，为了节省材料，往往不会布防机关。这不是领带甲，这是地宫的通风口和排水阀的总图。妈，你这代码写的真是……老三，你以为钻进地心就能活？朕已经断了地宫的水墨，不出3日。这里就是你们的铁皮棺材。爹，3日太长了，我这儿有个自动灭火系统，你要不要先尝尝？
他们以为我是靠陷阱杀人，则格局小了。我要靠的是物理环境。各位，慢慢感受窒息的恐惧吧。苏平，你若是想篡位，真挡不住你。陛下，我对当皇帝没兴趣，那是一个死亡率100%，随时会被人下毒、暗杀、灭门的职业。我只想等外面消停了，出去找块地种菜。爹，您内力深，我比不了。但我这儿有3000斤，用来防腐的生石灰，您要不要洗个澡？爹，您不是要火鸡的终极秘密吗？就在下面。火炬里记载的不息之火，只要服下这丹液，朕便能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爹，清醒点吧，这鼎里不是仙药，是高浓度的朱砂和硫磺。所谓的永生，是开国皇帝留下的一个自毁陷阱。只要鼎内的水位下降，下方的猛火油就会被引燃。大宣皇室之所以代代短命，是因为他们都迷信着鼎里的仙丹，实际上是重金属中毒。根据概率评估，您伸手进去，生还率为0，因为这鼎底连着这整座地宫的承重栓。陛下，走！这要炸了！骗局，全都是骗局。朕守了一辈子的秘密，竟然是自采的毒药！
子没气了，都半个时辰了，你就让他歇了吧。闭嘴！他体温只有20度，天外霓裳能隔绝氧气流失，这在物理上叫深低温休眠。根据评估，只要3克钟内注入中和剂，他复苏的概率是0.5。三公子，别费劲了，要开这生机，必须用守火人的命。你妈当年就是为了救你爹苏振，才把自己的一身血换进了这归墟地的地脉。你说什么？你妈不是什么仙女，她只是算到了大玄黄是血脉里的缺陷。所以苏振才那么疯狂，他不是要长生，他是要找回我妈那种能操纵一切，包括生死的智慧。平儿，如果你看到了这里，说明你还是没能躲开因果。逻辑的终点不是算无一策，而是甘愿入局。妈，你这是在逼我这个怂包去拼命啊！妈，你留下的不是火种，是抗体。朕还没输。你场火种，爹，账算完了，地宫塌了，密令毁了，皇帝已经在江南找了个寺庙出家了。你追求了一辈子的永生、皇权，现在还剩什么？朕算到了一切，唯独没算到你会为了一个女人把自己置于死地。我没置于死地，我来这里之前已经给远在金陵的韩冲发了密信，他带着最后的3000营正在赶来，而我已经在这山谷四周埋了最后一批谢幕礼。从此，大宣在无苏三公子。苏平，这已经是你家庄的第108道暗荒了。这山里除了猴子，谁会来？殿下，风险评估不能停。万一哪天猴子进化了呢？万一阿福那老头又带着画像找过来呢？妈，谢谢你的话。你不是穿越者。你只是在这个疯狂的古代唯一一个悟透了概率与逻辑的先行者。这身西装，是你对那个你推演出的理想文明的向往吧？
你们以为这是结局？不是，这只是我苏平绝对安全计划的第一阶段。